他是特斯拉的執行長 Elon Musk， 而他是美國的網球天后小威廉斯。為什麼會把他們兩位放在一起呢？因為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兩位都打過所謂的瘦瘦針，而瘦針又常被稱為瘦瘦筆、減肥筆、減重筆、減肥針、小藍筆、瘦身針。其實它是以長命素作為基礎的一種處方注射藥物，像是我們常聽到的猛健樂 Mounjaro， 或是胰頭讚 Ozempic、周先達 Wegovy， 這類藥品其實都是一樣的。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现，好像有越來越多人去打這個瘦瘦針，而且網絡上就有各種的傳言，有人說打了會掉肌肉，甚至有人說打了會致癌，或者說打了之後沒有效果，還有人說停藥之後一定會復胖。到底哪一句才是真的呢？這個針到底還能不能打？要怎麼打才能夠打得比較安全而且有效？今天我們就用數據跟研究的文獻一次告訴你。李醫師，我身邊真的好多朋友都在打這個瘦瘦針，而且都会發限動讓大家知道。不過這個減重效果真的有那麼神嗎？那難道之後不會復胖嗎？那減重效果會不會有的人比較差啊？其實，在研究上有發現，如果你把所謂猛健樂這個藥跟周先達這個藥拿去直接做比較的話，他們發現在用了72周用到最大的劑量，或是你能夠耐受的最大劑量。那我們有發現，猛健樂的減重效果大概是可以減到體重的20.2%，那如果是周先達這一組，大概是13.7%。那至於哪些族群減重效果比較差，其實藥廠也有做研究。但是 SMART-1 的 study 就有發現，如果是在猛健樂部分，他打的是沒有糖尿病的病人，72周有20.9% 的減重成效。但如果是在有伴隨糖尿病的族群的話，減重效果一樣是72周，只剩下14.7%。那至於周先達的部分，在沒有糖尿病的族群，打了68周，可以減掉14.9%的體重。那雖然在糖尿病人身上減重效果比較差，但是我們都可以發現，這兩個藥其實都是經過實證檢驗，而且合格上市，對於控糖、減重都有效果的藥。那你可能會想說，我是不是選效果最好的那一個就沒有錯？實際上並不然。像是我們講 Wegovy 周先達，還有一些另外比較特別的地方，像是它有拿到12歲到18歲的青少年減重的適應症，而且也發現對於脂肪肝的治療、預防肝臟的纖維化有一些好處。如果本身有中風或心臟病的這些心血管的疾病史的話，也可以優先選擇周先達，因為它有比較明顯的心血管保護的研究，像是心血管的風險就會降低20%。接着談到大家關心復胖的部分，那我先講結論，只要停藥之後一定會復胖。像是在 SMART-4 這個 study 裡面就發現，只用猛健樂36周之後，如果你接下來停藥，那在接下来52周內，你體重會回彈14%，而持續用藥沒有停藥這一組，體重還是持續的減輕5.5%，所以兩組之間的體重差異高達20個百分點。而在周先達這個藥物的復胖研究上發現他們有做了一個 Step 1的一個延伸的研究，他發現使用這些藥物68周可以達到17.3%的體重減輕效果，但是在這327個受試者裡面，他發現停藥之後在52周內，體重平均回升了11.6%，也就是說，他在過去这段時間復胖了他減去體重的2/3，而同時也發現治療期間我們改善了各項心血管的代謝指標，像是血壓、血脂、血糖，也在停藥之後跟着反彈，慢慢的趨近於它的基線值。而這個復胖的研究其實告訴我們，打針並不是一個魔法，而且要在醫生的評估之下才能作為一個有效的輔助工具。那雖然可以讓你用比較科學的方式去擺脫這些暴飲暴食的困擾，或是去穩定你的食慾，但並不代表你只要打了這個瘦瘦針，就可以永遠將你的體重體態保持在你最理想的狀態哦。我認為正確的觀念應該是把這些瘦瘦筆、減肥針當做一個輔助藥物，就像你騎腳踏車時候的輔助輪。剛開始學習騎車都不容易，所以裝上輔助輪可以讓你在減重的前期更快的上手進入狀況。但是如果你要長時間的維持體重跟體態，關鍵還是在於這段期間你要學會均衡的飲食、規律的運動以及適合你的健康生活。如果沒有掌握這3大關鍵，只要一拆掉瘦瘦針這個輔助輪，可能很快又重回到復胖的惡性循環。再來，這也是許多人好奇的，就是掉的體重主要是肌肉還是脂肪啊？感覺就是靠打針，會不會全部都掉肌肉？臨床上就是李醫師診間有遇過真的有人只掉肌肉的嗎？確實，肌肉的流失跟體重的下降可以同時發生，但是如果通過正確的運動跟營養，就可以讓你保住肌肉。那這個藥也做了很多研究分析，都有發現說肌肉會掉多少，每一個族群有不一樣的反應。當然，在2022年，NEJM就有一篇 SMART-1 的一個臨床試驗，它是針對不是糖尿病的肥胖者進行了大型的隨機對照研究。那這個研究就發現經過72周的藥物治療之後，體組成分析就有發現，大概75%是減掉脂肪，那其他的25%是所謂的受體組織除脂肪的體重，那大部分大概就是所謂的肌肉。乍看之下會覺得肌肉佔比好像非常的高，那這其實已經比我們傳統的一些比較極端的節食減重好上蠻多的，因為這些過去極端的飲食方式，肌肉流失比例常常高達30%以上。那我自己在診間臨床經驗發現，其實來我們這邊減重的人，不管是你有沒有打這個猛健樂或是周先達這些藥物，不單純只是靠飲食的調整去減重，其實減少肌肉比例我們都會希望控制得更好。
實際上最多只能減掉20%以上的肌肉，而且過程中我們一定會很詳細的去做體組成分析的追蹤，去評估它肌肉的功能跟狀態。另外也會建議他很充足的營養以及運動的方式，去避免過多肌肉的流失。那我在診間確實有遇過一個案例啊，他自己就去買了這個針來打，那劑量上打得非常的高，打到後來根本就是噁心嘔吐，完全吃不下。那後來打到體重雖然掉了非常多，1個月就掉了快7公斤。可實際上，你用這個 InBody 這個體組成分析去看的話，裡面有超過一半，將近4公斤都是肌肉。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因為掉了肌肉之後，你的代謝其實是在下降，對你的健康並沒有任何的幫助。那李醫師，我在網絡上看到啊，有人說國外買比台灣便宜哦，而且甚至還有人專門在做這個瘦針的代購，這樣不會有問題嗎？所以其實就像我們剛才案例，就是自己去買針來打，就打出了很多問題。那我們就特別提醒大家，來源不明的藥物或自行打針的風險非常的高，一定要讓專業醫師幫你做評估。而且這其實是一個處方用藥，不可以隨意的販售，是要經過醫師的處方才能開立。另外就是品質跟安全的問題啊，網絡購買這些產品可能是來路不明的水貨，甚至是假貨，而且儲存的過程中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因為畢竟這種藥物是蛋白質生態的藥物，只要儲存不當，不止可能沒有效果，還可能造成健康的問題，像是可能造成嚴重的肝臟的異常啊，嚴重的副作用脫水，都比你想象的減肥還要有更大的風險。另外就是沒有專業的評估，網絡上購買無法得到醫師專業的評估以及用藥指導，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打哪一個廠牌、多少劑量以及正確的位置。李醫師，這個瘦針的討論聲量真的非常高，我有看到一個說法，他說打瘦針會致癌，這是真的嗎？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就用數據來說話。我們把研究的數據講清楚，來降低這個謠言的恐慌。在2024年呢，就有一篇觀察性的研究，它去收集了大概163萬個糖尿病的患者，那分別去比較有這種腸泌素類似物的這個藥物，跟非腸泌素的類似物這些糖尿病的藥物有沒有增加癌症的風險。那結果其實發現啊，你使用GLP-1這些腸泌素的藥物，跟其他的糖尿病的藥物比較起來的話，癌症的風險並沒有提高。而另一篇同樣在2024年的一個研究發現，它從電子的病理資料庫收集了160萬糖尿病的病人。那團隊就分析13種跟肥胖相關的癌症，結果顯示啊，相較於胰島素這種GLP-1的藥物，在一些癌症的風險反而是下降的，像是食道癌、結直腸癌、子宮內膜癌，或是卵囊癌、腎臟癌、卵巢癌、胰臟癌、肝癌等等。所以綜合上面2個觀察性研究，雖然沒辦法進行所謂的因果推論，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使用這些藥物跟所謂的致癌性並沒有直接的關係。那李醫師，有些人說他不曉得猛健樂在紅什麼，因為他打了無感，而且沒有變瘦，這是為什麼啊？其實猛健這個藥並不是完全拿來抑制你的食慾用的。那像猛健樂或者周強的這些GLP-1的藥物，對人體還是有比較不一樣的作用。像是在糖尿病人身上，它會讓你的胰島素比較快速的分泌，那去抑制升糖素，那就可以達到血糖穩定跟控制的效果。但同時也可以去延緩我們的胃排空，讓食物停留在胃裡面的時間比較久，可以提升我們的飽足感。那再來就是它可以抑制你的下視丘的食慾中樞，去減少你想要去吃東西的這個慾望跟衝動。所以它的作用並不完全只是讓你吃不下，而是透過這些機轉來改善你的健康以及你的代謝的狀態。那所以我也在診間有遇到有些案例，他為了想要去壓制他的食慾，他就打到非常非常高的劑量，整天下來根本就沒吃多少東西。那反而身體很快就進入所謂的代謝適應的狀態，體重怎麼減都減不下去。所以這時候反而應該是要調低劑量，去增加他飲食上的一些調整，來改善他代謝的狀況，他才有機會讓體重再繼續往下減。所以這個藥物並不是完全只是用來抑制你的食慾，而達到所謂的熱量赤字，而是在身體的代謝上有些好處，那幫助你在初期更容易進入一个食慾控制的狀態。擔心自己也有胰島素阻抗的危機嗎？現在點擊右上角玩個小遊戲吧，只要1分鐘測試你的代謝是不是卡關，還有專屬的建議送給你哦。那李醫師，因為畢竟這是處方用藥嘛，什麼樣的人不能打瘦針呢？如果我現在是在懷孕哺乳的女性的話，就不可以打針。那另外，如果本身有胰臟炎的病史或是嚴重的肝腎功能異常，也要特別小心。那再就是本身或家族裡面有甲狀腺髓質癌或者第2型多發性的內分泌腫瘤的話，也是不可以用這個針劑的。那打這個針呢，主要的副作用都跟消化道有關係，像是噁心的感覺佔比就非常高，有20%到40%。有些人會有伴隨着嘔吐或是腹瀉的現象，那有可能有產生腹脹啊，甚至胃食道的逆流。那或者是過度的食慾降低，造成身體的疲倦無力，以及在打針部位有可能是紅腫或瘙癢。不過上述這些症狀都算是比較常見的不良反應，都是很快就可以消失，經過2個禮拜、4個禮拜之後就會逐步的緩解。如果有些比較嚴重的情形，就要趕快盡速的就醫。像這2種藥物的說明書都有提到，有些嚴重的不良事件哦，包括急性的胰臟炎、急性的膽囊疾病，像膽囊發炎，或是急性的腎臟損傷，那這就是趕快要去就醫。那因為這個針呢實在非常的紅，所以我在急診同時有發現越來越多人因為打針不當的施打，造成嚴重的副作用去急診哦。像他有遇過一些案例是打到胰臟炎之後，長時間加上噁心嘔吐又脫水，所以腎臟也受到急性的損傷。
那胰臟炎又合併急性腎臟損傷，就硬要去住院，住院的時間要超過1個禮拜以上，等到身體這些器官都恢復功能之後才能出院。所以打針的方式不對，其實對健康有非常大的威脅，千萬不要自己隨便去買針來打。李醫師，我還看到一個比較偏激的說法，他們認為瘦針就是陰謀論，一切都是藥廠的宣傳。其實為什麼很多醫生會去推廣或是建議大家使用這個藥物，是因為這個藥確實是已經有醫學實證對於控糖減重有效的藥物，而且對於我們的心臟、腎臟、肝臟這些器官都有一些保護性的一些成效的研究，所以它並不是一個藥廠的陰謀啊。因為醫生其實也要經過這些證據的搜尋，才會認可這些藥物。那我認為最理想的藥物使用方式，應該是第一個，你要諮詢專業的醫生，去評估你的身體的體組成的狀況、胰島素阻抗、代謝指標以及你本身的一些病史、用藥史的相關背景。那第二個呢，要幫你規劃適合的療程。而且同步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康的飲食、運動、睡眠以及壓力管理的觀念。那第三個呢，要幫你去安排一個有效的一個療程的長度規劃，並且要有一個退場機制，包括告訴你怎麼去逐步的降低劑量啊，調整你的飲食的搭配，確保你在停藥之後可以不要復胖，而且持續維持你健康的體態跟體重。你身為減重成功的前輩，從90幾公斤瘦到70，會不會羨慕現在的人有瘦針可以用？因為你之前是沒有的，那你怎麼看待這一波熱潮？說羨慕嗎？其實也不一定啊，因為我自己從93、94公斤減到70公斤，減重的幅度其實超過我們剛才看到這些藥廠研究72周20%的效果，其實比打藥的效果還要更好。而且我現在也都沒有復胖啊，體重也控制得不錯。所以我還是一樣的觀點，就是認為藥物其實是一個輔助。你现在有這樣很好的輔助，非常的好，可以讓你更好上手。但是更重要的真的是你要去建立一個屬於完全你適合自己的飲食、運動的方式。像運動，我就覺得非常的重要，它跟打針也不衝突。像我自己在減重的過程中嘗試一些運動時，我才發現其實運動對於我們身體有非常大的好處。那我也是因為靠着運動的關係，我減重過程中肌肉也都沒有流失。它也慢慢的讓身體產生比較好的一個代謝狀況之後，體重也很容易就控制下來。所以根據我個人自身的經驗，我覺得藥物還是以輔助的角色。那就算沒有藥，你還是可以瘦得很好。那如果有藥的話，你能夠用下去，但效果就更加倍。那李醫師，最近有些瘦下來的藝人啊，或 KOL， 他們就被貼標籤，認為說啊，他們一定都是靠打瘦針瘦的啊，就是不可能沒打針啊，一定有打。你怎麼看呢？其實不一定其實有些人真的只是靠他飲食調整跟他的運動的一些介入，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減重的效果啊。所以不一定真的所有人都打針，但打針也不是什麼罪惡的事情，你只要打得正確，有得到正確的處方都沒有關係。那其實，在我們診所也是一直強調一樣的一個狀況，我們應該讓一個很專業的團隊讓你去找出你肥胖的原因，而不是用藥物想要去抑制、控制你的食慾來產生所謂的熱量赤字。因為減重並不是只有吃藥或打針，而是從身體的狀況啊、生活形態、營養的攝取，去達到真正減重的效果。那我們診所醫生、營養師或身體的檢測，都可以幫你找到你可能瘦不下來或需要加強的部分。那從根本原因去擬定一個客製化的策略，讓你達到長期維持不要復胖的效果。所以個人化的減重策略，我覺得非常的重要，讓你即使停藥之後，你也可以維持一樣的成果。打針不是捷徑，而是一個輔助的工具。只有在專業的團隊的評估跟監測之下，才能夠真正瘦得很健康又長久。如果有瘦針的相關需求或是疑問的朋友，都歡迎來找我聊聊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還想聽我聊什麼主題呢？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最後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還有加入初日醫學的官方 LINE@，你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健康資訊。另外，我們頻道的會員功能已經開通，歡迎成為受粉，用行動支持我們。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嘍，拜拜。